这个锅盔是在这儿买吗？还是在那里一起买？哦，在那儿一起买。好嘞，好嘞。我要一个大份的肥肠粉加3个茄子，再拿一个牛肉锅盔，再拿一个猪肉锅盔。一个的吗？啊，一个人。锅盔搁这儿拿是吧？对，一人一副啊。我拿2个盘子。好，切不切？不用切，不用切。白芝麻是猪肉，黑芝麻是牛肉。啊，黑芝麻是牛肉，对，这个是猪肉。OK， 好嘞。这个票也拿到里面取分。哎，好嘞，谢谢。好，我去拿。这叫经验啊！先把位置站住，拿分儿。哎呦，快点大锅！啊，票给这儿是吧？在这儿排队啊？不用了。票。大啊？辣椒。要，多来点辣椒。大份儿。哎呀，太香了，看这茄子。我现在来这个地方是成都双流的华阳街道，来这儿吃肥肠粉才地道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这个肥肠粉发源地就在这儿。吃肥肠粉一定要吃大碗的，这才过瘾。我还加了3个茄子，这里头还有一些肥肠，这是肥肠头，给它拌一拌啊，这个料全在底下。哇，你看这个细粉晶莹剔透的，
這个拌起来啊，感觉这個粉特別有彈性，你看，當當當的，很有韌性，裡邊還有豆芽，給它拌勻。我還專門啊讓它多加點辣椒。這麼一拌啊，先上來一股這胡辣殼的味兒，這胡辣椒，然後就是香香的這個高湯的味道，這個豬骨湯、腸子湯這個味兒，和轉，一定給它和轉開了啊！人家這個粉啊是現打的粉，手打粉，可不是你在家吃火鍋燙粉條那種乾粉，那不一樣，這個口感更好。哇，非常有彈性，不光有彈性啊，還很吸味兒。這個粉我感覺啊，如果，哎呀，好吃。如果這個粉啊用顯微鏡看啊，肯定上面有很多細小的這個孔，這個孔就把這個味道、這個湯汁就吸了，太好吃了。一口下去，這個湯就滋兒一下這個味兒。哇，我想念這一口味道很多年了，只有在成都才能吃得到。好吃的精髓啊，就在這口湯裡頭。再來個茄子嘗一嘗，你看它這個茄子個頭也挺大的。這個茄子是啥東西呢？其實就是豬的小腸打了一個結。這個茄子啊，你來成都吃肥腸粉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加。為啥？因為啊，你放眼全國，反正我是沒在其他地方看見有這麼吃的。到處吃肥腸，全國各地啊，只有這成都人啊，就把這小腸打結子這麼吃。有的時候吃串串、吃火鍋也會有這個菜，但是啊，吃肥腸粉是必加的啊，爆汁啊一口。哇，裡邊全是湯，這個咱得給它灌點湯。你看裡頭有這個肥肥的這個肥油，特別的香。這一口下去啊，香慘了。哎呀，太好吃了！我加了很多辣椒，但是呢，有一些人啊，他是吃白味的，也可以加點醋，加點辣椒，就是酸辣這個口味。你看，我一吃這個肥腸粉，我就想到有那麼一個地方，如果模仿這個肥腸粉，絕對模仿的8九不離10，就是哪兒呢？就是陝西西安。為啥？因為它這個湯底還有這個味道，特別像這葫蘆頭泡饃，就那個感覺。你把饃換成了粉兒，然後裡頭也有腸子，再加點辣椒，它基本上可以說是8九不離10。為啥我剛說吃這個肥腸粉要來這兒呢？這就是發源地啊！你看他家這個門頭寫的是白家高記，這個白家可不是人家姓白啊，有的地方就是白家就是姓白的白家。人這個白家就以前的時候，就古代叫白家場，白家場是個鎮，然後他這個發源地啊就在白家場，就是雙流區的白家場。你在這個成都啊，很多地方都能看見白家什麼什麼，比如說白家劉記、白家謝記、白家啥，他家叫白家高記。吃肥腸粉啊，一定要配個鍋盔，軍屯鍋盔。我之前也去過軍屯啊，拍的這個鍋盔是如何制作，還有包括它的起源，就是諸葛亮發明的屯軍的時候。這個肥腸粉啊和這個鍋盔這個組合，每次吃都讓我想到陝西西安的涼皮兒肉夾饃。哎呀，這個精妙的感覺啊，就像吃油條要配豆漿一樣，就得這麼吃。你看成都有很多小吃，這些小吃呢都能組合在一起，但是這兩個就是頂流啊，神仙眷顧。來一口，這個是豬肉的。看這個酥，這個渣都往出蹦，這玩意兒真香啊！為啥酥脆啊？本身這油煎過以後就很脆了，它再一烤更脆。好，裡邊還有麻麻的花椒。再嘗這個牛肉的，你看它是一圈一圈的這脆皮兒。牛肉馅兒。哎呀，這也太好吃了！再嗦口粉儿，
不过了，不过了。本身这个饼就很香很油了，再给它来个这茄子，里头一口汤，汤里头含着油，这有的人啊可能真的有点吃不惯，确實太上頭了，有點膩。但是啊，這是我的最愛。吃飽喝足，我現在來到了寬窄巷子。如果你第一次來成都，有一個地方你肯定繞不過去，就是這個寬窄巷子。那全國有很多仿古的步行街，這個巷子呢永遠都是頂流啊，一直被模仿，從未被超越。你啥時候來的人都多，走路能把你絆倒。咱現在走的這條巷叫窄巷子，這個寬窄巷為啥叫寬窄巷？你看這兒，它是3條巷子組成的，寬巷子、窄巷子還有井巷子。咱現在往那邊走啊，就是往寬巷子的方向。這就是鬧中取靜的一個銜接處，走過這個銜接處沒啥人，你看那邊人潮竄動，那邊就寬巷子。一下就熱鬧了啊，全是吃的。啥呀？巧克力吗？巧克力吗？谢谢。来一条巧克力哦。巧克力布布。哇，好酷。如果你想避開人潮，從寬窄巷子一直往北走啊，有小通巷，還有魁星樓街，然後這2條街啊就是成都的老街道，在這兒你能感受到成都慢生活。你看，這都是老社區的房子。好吃的很。小时候叮叮糖哦，叮叮糖。哦，怎么卖的？好多地方都失传了，没得了哈。很多地方没有了。哦，叮叮叮。我说的話你聽得懂嗎？能聽懂，好多都失傳了嘛。哦，這個說就是叮叮糖，第一個就是被賞識。小時候的味道好吃得很，叮叮糖好吃得很。小時候的味道好吃得很。第二小弟兒每天要開心，每天開心。活出真諦了，每天都要開心。哦，每天開心嘛，保養身體就開心。小時候的味道好吃得很，叮叮糖好吃得很。你看一下，2兩、4兩、5兩、5兩8。好，為你敲斷。小時候的味道好吃得很，叮叮糖好吃得很。
叮叮当，好吃。10来斤。我见嘛就挑得不得了，随便啷子走。哎呦，练。享受的味道，好吃得很。好嘞，走吧。口花汤，好吃得很。享受的味道，好吃得很。魁星楼。哎，你看这凳子啊，就专门是长在这儿为我准备的，全烂了。好，别把我摔了啊！刚坐这儿尝尝这个叮叮糖。这个大叔为啥这么开心啊？还说每天要开心，因为啊，这么点糖卖给我58，血赚。不过人家卖的就这个手艺，卖的就这个感觉，是不是？这芝麻，你看里头是空心的这种酥糖，还有这个白的，这个白的外边还有一些粉粉。一根一根的，一丝一丝的，就是小学门口那种酥糖的味儿啊。不过这个芝麻很香啊，这得一口闷。好，自己动手啊！肉饼，看这里头，挺治愈的。这镊子太大了，这家伙。City Walk 这卧饿了啊，这忒卧了。哎，这吃上啊！想着走2步，这 City Walk 减肥呢。这好家伙，看见这渣渣牛肉鸡蛋饼，看着老香了。尝尝，在家有时候晚上出去锻炼也是，就不敢出去，你知道吗？一出去全是夜市，里头有肉，然后还有层鸡蛋，油炸的。哎呀，这油炸物就是香。从魁星楼街一直往西走，你会经过川西第一道观青阳宫，里面的景色也非常棒，可以进去逛一逛。然后再往西呢，就来到了杜甫草堂，这里就是在公元759年的时候，杜甫为了躲避安史之乱，弃官携家眷，带着妻儿老小就来到了蜀地。这个地方呢是浣花溪畔，然后在朋友的帮助下，他就在浣花溪畔这儿搭了几间茅草屋。这个茅草屋呢就在我的身后，你看很多人打卡拍照。但是现在看见这个茅草屋是后来复原的不是以前的这个茅草屋了。在这儿住了3年的时间。你现在来到杜甫草堂，就感觉这个环境还挺豪华、挺优美的。院子是几进几出，这些亭台楼阁也比较多。但是以前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，以前就是那几间破的茅草房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你从杜甫写的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里头就能看出来这字里行间描写的就是破破烂烂的茅草屋。这拐过来那儿有个碑，少陵草堂。少陵草堂这个碑。如果你看过《甄嬛傳》这個電視劇里頭這個顏值擔當這果郡王這雲里這就是他提的。皇嗣娘家花滿蹊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
流連戏蝶时時舞，自在娇莺恰恰啼。好诗好诗啊！这可不是我写的，小学課本里的人杜甫写的。这儿呢，不仅有杜甫的这个茅草屋，还有他的邻居这黄四娘家啊。所以说，为啥杜甫只在这儿住了3年？但是呢，这个杜甫草堂就非常的有名，就是因为啊，人家在这儿写了大量的作品啊，做了很多诗。这个環境啊，真的太漂亮了。這麼好的詩啊，咱再背上一首：舍南舍北皆春水。這兒就是舍啊，這就是南邊，這就是北邊，皆春水。但見群鷗日日來，這一抬頭啊，就能看見水鳥啊。但是現在咱看不見了啊。花徑不曾緣客掃啊，這就是花徑，1比1復原啊。最後一句，蓬門今始為君開，這就是蓬門啊，現在開着嘞。哎，我再給他加2句啊。如今人山又人海，人多的我都進不來。那啥的，你就是说比較像。杜甫雖然在這兒住的時間不長，但是啊，他在長安住的時間長。你看啊，杜甫世稱杜少陵，他為啥叫少陵呢？就是因為啊，他在長安的少陵園底下的杜曲住。哎，這一提到杜曲，這我熟啊，因為我家就在那附近啊，沒事我就騎個小摩托啊，從園上下去，來到杜曲街道啊，吃這個米線還肉夾饃。你現在去吃啊，跟街坊鄰居聊天，這街坊鄰居都跟你說啊，當年這杜甫在這兒，這2碗米線2個饃起步，我跟你說啊，都是重麻重辣，這個饃啊還是吃的油脂的。好家伙，這文人啊也會吃，兜裡還有錢，你看。今天這個 City Walk 運動量可以了啊，如果你腳力還可以啊，一直再往南還有武侯祠，你可以轉一轉啊。但是我是不行了，為啥呢？因為就是肚子餓了是吧？咱這來點美食啊，補充營養。都是一盆一盆的冒菜，哦，在這兒冒。哎，小魏。哦，2位。看着這個點是吧？哦，這論斤的，斤1斤。你可以拼嘛，半斤的。啊，半斤是吧？半斤1斤。啊，半斤1斤這麼拼，來半斤牛肉。啊，然後半斤這個千層肚，再來半斤黃喉，再來半斤鴨腸，再來半斤午餐肉，全是半斤。再來一個小份的吧。素菜來個大份吧，來個大份啊！這個蝦餃再來1份。好嘞。行。好，坐吧。啊，麻辣味重一點啊。重一點啊！你看想坐外面還是裡面？我坐外頭吧。好。那你们184元。哎呀，這一上來，好家伙，這是洗腳盆，不是，這洗臉盆啊，這麼大。你再看這個紅油，
真是川玩油啊，粤玩汤，鲁菜玩的13香，各种各样的食材，这是鸭肠，这是牛肉，他家这个特色就是牛肉。我要的是这个加辣的，你看非常多的辣椒，这个红油也更多一点。你再看这个，哇，千层肚，太治愈了。这个红油往上窜，香香香。还有午餐肉，它底下呢是素菜，满满当当的食材啊。咱一层层吃啊，先吃上面的肉。你别说这个盆了，你就看这个盆，还一盆米饭，这就是下饭菜啊！哎呦，太香了，满嘴流油。再尝下这个牛肉，这牛肉是招牌，这油多的我得把这油滴一滴。口感非常嫩，还有肉是腌过的，就是说咸咸的很有味道，腌的特别入味，入味到啥程度？就你拿白水煮，应该都挺好吃的，更别说有这个红油啊。它这个出餐也很快。因为制作特别简单，就冒菜嘛，这个冒它是个动词儿。你看这个冒菜这个冒字儿，冒就通那个冒字儿。这个冒菜啊，就是一个人的火锅，这火锅呢就是一群人的冒菜。吃冒菜啊，少不了午餐肉。哇，这个午餐肉蘸上这个红油，你就来到成都，你吃美食啊，就是不管啥食材，只要蘸上红油，都非常有食欲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冒菜啊，可不是大家在全国吃的麻辣烫，那不是一个东西。就来到成都，一定要尝一尝冒菜，你离开这儿就不是这个味儿了。哎呀，太香了！好吃。还有这黄喉，脆黄喉，它这个黄喉是最后才烫的，因为要掌握时间，进去就10几秒。它这个味道，我吃起来就属于豉香型。在成都吃冒菜啊，有3种味型，一个呢就是牛油的，像牛油老火锅一样牛油的。还有一个就是清油，还有一个就是豉香型。你看它这锅里头有很多这样的黑黑的豆豉，这个豆豉啊也是下饭神器啊，咱赶紧来点饭。哎呀，好吃好吃！盖个午餐肉，再来点这个鸭肠，哇！再盖片牛肉，香香香。这冒菜的口味很重，还是要配米饭。哇，这鸭肠好吃。这鸭肠要少了，得要1斤，太脆了这个口感，而且鸭肠很吸味儿。最早以前，我记得几年前来的时候，我在成都吃冒菜，很多是按份儿卖的，就一份多少钱，比如说8块9块啊，10几块。后来呢，就是自选啊，就你吃啥菜你自己家自选。再到后来，我发现出现了很多这种，就是按斤，就是半斤起卖啊，半斤多少钱，1斤多少钱这么卖。为啥呢？就你看有一些店啊，这生意特别的好。人很多就挤在一块儿，在这你家我家都加乱七八糟的，所以说就后来改成这种按斤的。一般你去看，就按斤卖的都是生意比较好的这种店。再尝下里头的粉啊，吃火锅我就爱吃粉，这冒菜应该更好吃。就是一个字香啊，吃啥都香。这口味太重了，我必须得拿个喝的饮料往下送一送。那你儿子怎么办？你不拿那个了嘛？你猪吗？哎，要不然你带我，那我带我带你。
拿个可口可樂。我拿这個可樂的時候，這個娘娘跟我說啥？說我聽說很多人說這個玻璃瓶的是個老味兒。我說啥意思？就是說很多人說這個玻璃瓶的比那種塑料瓶的要好喝，比那種大瓶的好喝。我說我也這麼覺得。大家是不是也這麼覺得？這個是不是老味兒？不知道是磁場不一樣還是啥，就喝玻璃瓶的就是感覺更好喝。很多人一提到成都就想到煙火氣這個詞兒，這是為啥呢？我給大家解密一下。你比如說我現在是吧，在路邊這個桌子上吃飯，這是不是就煙火氣？然後你再看，你在街頭走着走着，突然看見一個餐飲店，他在門口給你制作，就你能聞見味道，也能看見整個的制作過程，這也叫煙火氣。還有呢，你看他這些招牌啊，我在成都轉了這麼多天啊，我很少見他就是有統一的招牌。這個招牌啊，都是每家不一樣，然後五顏六色，這也叫煙火氣。而且你想到成都這個城市啊，在全國來講也是排名前幾的大城市啊，在這些眾多的大城市裡頭，一般都管理森嚴，管理比較嚴格，就不可能讓你在這路邊吃飯。你說是吧？這就算是占道經營了。但是人家這兒呢，就是可以，這就叫外擺文化啊，這才叫煙火氣，是不是？怪不得啊，就是我這時隔6年來到成都，我發現比我6年之前來，我感覺這人變多了。你看這太陽出來，藍天白雲，打牌的打牌，吃飯的吃飯，聊天聊天，是不是？這就叫多元文化。你看這車停在這兒都能隨便停，但是這車不能隨便停了，這一會兒給你貼條，我跟你說。反正就是說，人都是喜歡多元文化，就願意不一樣，是不是？最關鍵是美食多，年輕人都喜歡這。